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非常毛骨悚然的问题？就在大家为最新人工智慧狂欢的时刻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已经悄悄打响。这场战争不去抢夺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，也不去争夺那些海量的全球用户隐私数据，他们真正在疯狂掠夺的战略资源竟然是电力。没错，就是你我家里每天都在使用的湿电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震撼全球的重磅新闻，关于科技巨头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核电厂。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新闻播报那么简单，我们必须撕开这层科技巨头的美丽伪装，看看他们到底在背后进行什么可怕的勾当。最近微软、亚马逊和谷歌都做出惊人举动，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开始疯狂买下核电厂，甚至砸下重金重启那些废弃的核反应炉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些企业过去可是大喊环保的，他们整天把绿能和减碳挂在嘴边，大力宣传，怎么现在突然变成饥不择食的能源吞噬者？难道他们打算转行去当传统的电力公司吗？要看懂这个极度反常的疯狂商业决策，我们就必须先理解一个底层的物理学极限，人工智慧的本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。表面上它是一个能陪你聊天的聪明大脑，但如果你把伺服器机房的外壳全部拆开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只吃电的超级钢铁巨兽。每一次我们在手机上轻轻按下生成的按钮，背后都是无数颗晶片在进行狂暴的数学运算，这些运算过程完全就是把电能转化为热能，这种热力学的转换过程是无法被消灭的。这不是普通的软体升级，而是一次降维打击。现在的科技巨头面临到一个致命的瓶颈，那就是运算能力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到连我们人类的基础建设都完全跟不上。大家可能觉得电力随便插进插座就会跑出来，但现实世界里的能源传输是非常残酷的。你盖一座最顶尖的超级人工智慧资料中心，它消耗的电量可能等同一个超大型城市，这是多么夸张且让人感到绝望的数字，对吧？当几10万颗晶片同时全速运转的那个瞬间，它们散发出来的热量简直可以把钢铁融化。为了解决散热问题，又必须消耗更多的电力。微软买下三里岛核电厂绝对不是为了好玩，亚马逊直接把机房建在核电厂旁边也是同理。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终极能源圈地运动，谁能掌握最稳定的基准电力供应来源，谁就能在下一代人工智慧大战中存活下来。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博弈模型。现在全球的电网系统根本负荷不了这种成长，民生用电和工业用电本来就已经非常紧绷，忽然跑出一个超级怪物，说它要吃掉一半的电，请问这些电力到底要从哪个地方挤出来？如果电网崩溃受苦的绝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。科技巨头早就看穿了这个致命的系统风险，他们不能把公司的命运交给脆弱的公共电网，所以他们决定亲自下场去垄断能源生产。他们不只要买下那些已经建好的巨大核电厂，还要大力投资最新型的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。这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软体或是硬体创业，这是一次赌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疯狂豪赌。你想想看，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那些掌握了无限算力和无限能源的超级公司，他们将会拥有比主权国家还要强大的力量。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发电厂和自己的算力大脑，他们就等同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帝国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发展维度疯狂跃升。从前我们争夺的是土地，是石油，是闪亮黄金，但是到了人工智慧彻底爆发的这个新纪元，终极的稀缺资源变成了极致的电力与算力。我们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个疯狂的新时代了吗？矽谷的精英正在用大把钞票买下我们的未来，他们把核电厂的每一度电都转化成机器智能。这背后隐藏的商业阴谋其实非常的露骨。当所有的中小型企业都付不起昂贵的电费，当其他的竞争对手因为缺电而被迫关机暂停，这些巨头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完成最终的垄断。能源战的本质就是以场算力的降维打屠杀，别人连开机的资格都没有，你要怎么赢过他们？这就好比是在冷兵器时代，别人有了核子武器。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。想象一下亚马逊最新买下的那座巨型机房，它就建在一座超级核电厂的旁边，直接拉线。这画面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水蛭趴在动脉上，源源不绝地汲取那股强大无比的核能血液。这已经违反了我们对科技公司的传统认知。以前我们觉得写程式就是在车库里敲敲键盘，现在写程式是需要动用国家级的能源战略。为什么非得是核电而不能是风力或太阳能？这里面的底层科学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，因为太阳会下山，而且微风也不会永远的吹。人工智慧的思考是1秒钟都不能够停下来，他们需要一种绝对稳定而且输出极大的能量。放眼目前整个人类科技树上，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有核能这个被冷落了几10年的老技术。你想想这画面是不是就像科幻电影的情节？一群穿戴连帽衣服的工程师在掌控核反应炉，他们用最狂暴的原子分裂能量来驱动代码，在这些代码里面运算的是全人类的知识总和。这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版的炼金术疯狂实验，但是这场实验的代价可能会由我们来承担。
当科技巨头在能源市场上挥舞大笔的支票，一般的传统产业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，电价一定会因为这种疯狂的抢夺而水涨船高，到时候可能连一家普通的工厂都开不下去，因为他们付不起被人工智慧炒高的昂贵电费。这就是经济学上最残酷的排挤效应，具象化。虚，你的算力正在无情地排挤实体的生产力。未来的贫富差距将不再只是金钱上的差距，而是你有没有资格使用这些算力与能源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们还觉得这只是新闻吗？这是一份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残酷生存宣判书。我们身处在这个巨大历史转折点的暴风眼里，却常常只能看到表面上那些光鲜亮丽的产品。当你用人工智慧写完一份精彩报告的瞬间，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就有一座核反应炉在轰鸣。这种强烈的割裂感正是这个时代最魔幻之处。一边是极致优雅且无所不能的云端虚拟大脑，另一边却是极度消耗且粗暴无比的重型工业。我要被那些华丽的科技发布会给轻易的蒙蔽，要去看他们把大笔的钞票和资源砸向了哪里？他们在盖发电厂，他们在买核燃料，包揽了电网。这才是科技巨头最不愿意告诉你的真实秘密。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，这是无法打破的铁律。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能源战国大时代。现在，让我们冷静下来，做一个终极的思想推演。假设再过5年，这些超级资料中心布满了全球，他们组成了地球上最庞大且贪婪的超级大脑。到那个时候，人类的价值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？这是不是很像电影《骇客任务》里面的那个母体？机器主宰了一切，而人类只能提供微弱的价值。我们以为自己是科技的主人，可以随意奴役它，但或许在更高维度的视角来看，我们才是耗材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残酷无比的事实，这场能源大战的号角已经响彻了整个地球。巨头们已经亮出了他们隐藏最深的獠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卷入了这场历史洪流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，也没有人可以选择逃避。你必须睁大双眼看清楚这场博弈的每个细节，因为这关乎到你未来的工作、你的资产与生活。在今天影片的最后，我想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：当某一天人工智慧需要无穷无尽的巨大电力，而我们人类的城市却面临了严重的电力短缺，那时候的决策者到底会选择优先供电给机器，还是会选择保障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？我们真的会为了造神运动而熄灭城市的灯火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去分享你最真实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分析对你非常有启发，请务必点个赞并把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这能让更多人看清这个时代最残酷的真相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不见不散。